我首先推荐的第1号紫色芥菜，这个我在温哥华种了6年了，记录到的露天不采取任何保温措施，能扛过零下15度的温度，依然有收获的，就是它紫色芥菜，现在已经成型了，产量非常高。甘蓝包括很多品种呢，它们最大的特点就是耐寒性特别强。有记录的甘蓝露天能扛过零下20度的温度，它依然能恢复，依然能够有收获，就是甘蓝。它呢适应性很强，产量很高，所以我们不需要种很多。它一个特点就是越年生，夏天播种，越了冬以后，经过霜冻后，口味变成非常好，然后到第2年的5月份、6月份开花结籽。这边这个绿杆的是中国香芹，这个粉杆的粉杆芹菜味道特别好，香味特别浓。有记录的，它在露天能扛过零下12度的温度，依然能保证冬天有收获。但我们收过2次了，为了让它继续能长，我们只给它准备了一件棉衣，这架子塑料饽饽。多伦多天气好在什么呢？它虽然冬天很冷，但是呢，冬天的阳光很足。我们有了这个小拱棚，就能保证它冬天依然有产量。这个叫麻叶青白菜，长得很好，长得很好。有记录的，它能扛过零下5度。现在这个时候，它已经基本成型，也到了它最耐寒的时候。这又是一个耐寒性很强的菜，茼蒿，已经采收了4次了，肥肥壮壮的，味道非常好，也是过去的所谓宫廷菜，有很好的保健效果。它的耐寒性有记录的，可以扛到零下12度，露天。咱们有了它，冬天保证有收获。万一遇到极端冷的天气，1月底、2月初，零下15度的，咱们给它盖起来，就能保证它有收获。很多湖南朋友都知道，这就是著名的红菜苔，过去上供给皇帝吃的菜，现在没有皇帝了，咱们自己给自己上供，自己吃。产量不错，现在生长很茂盛，开始大量出苔，每周可以采2次左右。它能扛过零下5度的温度，一样的，万一遇到比零下5度还低，咱们给它盖起来。大萝卜又白又胖，最大的这个已经有接近1尺长了，直径能有5-6公分。它的耐寒性呢是零下3度，属于我现在种的菜当中耐寒性最差的一个。但是没关系，因为它已经接近成熟期。咱们根据天气的情况，如果说有低于零下3度的温度，咱们提前把它收了，因为它能存放，这个放在家里面稍微凉一点的地方好了。这20几个大萝卜的话，也能吃好几天。它放在3到5度的温度下，放2周没问题的。这是我最推荐大家种植的一个万岁菜。为什么呢？从这块地里小2个平方米多一点的地里面，像这样的收获已经收获了可能上100份出去了，产量非常高，很柔嫩，味道也好吃。这个呢就是新西兰菠菜，也叫大叶菠菜。它的耐寒性在零下8度左右能扛得过去。它最大的特点什么呢？就是抽苔晚。我是4月份就播种的了，从4月下旬开始见苗吃，5月底这个撇叶子吃，一直吃到现在。这个是韭菜，像这个韭菜呢，长得也不错，收了好多次了。韭菜能扛过露天，能扛过零下12度的温度，
所以它越冬没问题，只要不积水，越冬没问题。但我倒不希望它冬天有多少收获，但是只要它安全越冬，那春天咱们给它促进一下，盖一盖也就起来了。更多的麻叶青、紫色芥菜，这个是黄芽白，已经开始包心了。它能扛过-3度的温度，再低，就有点问题。但是呢，我们给它准备了这个小拱棚，而且在吃的时候就从这个耐寒性差一点的品种先吃起。撇榔，白白胖胖的撇榔已经成型了，最大的直径能有5-6公分了，可能再过2周左右就开始能收获。它的耐寒性在零下5度左右。我们先挑大的吃，小的让它慢慢长。遇到低于零下5度的温度，给它拱棚保温。更多的甘蓝，这个是彩色甘蓝，到11月下旬开始变色，像花一样的，中间红色，四周绿色，也能当菜吃。好，耐寒之王乌塔菜现在已经开盘，我们有意识给它留了这个更多的空间。据说它能扛过零下15度、零下20度的温度，露天。那好，咱们不希望零下20度的温度出来，可能在多伦多零下10度的更常见一点。我们给它准备了这个保暖的设施，万一遇到极端寒冷的天气，给它盖起来。它是帮叶子吃，这个是留到最后1月底2月初最冷的时间来采收的菜。那好，细数已经有15-16个品种了。那说到耐寒性，可能是多伦多菜地里面最要紧的一个问题。夏天不稀罕，怎么让冬天菜地里面还有菜采？这就是我们说的关键。那耐寒性取决于2大方面。第一，品种，选择适应性好的品种，耐寒能力强的品种，这才是最关键的一方面。我现在这些品种的话，都是经过我这几年种植以后筛选出来的，让它现在长成这个样子。那第二方面就是品种本身的生长情况。好，就一个品种来讲，它耐寒性最强的是在生育旺盛期，也就是说它开始有能力积累大量养分的时候。它抗寒的机理就靠里面积累的这个淀粉、多糖，在遇到寒冷天气的时候变成这个单糖来抗寒。这就是为什么冬天的这个菜会变甜的原因，这是它耐寒机理出来的。另外一方面，跟人一样，身体强壮，那抵抗能力就强。我的秘密武器就是土壤活化剂，让它们根深叶茂，长得壮，耐寒性也强。我看这满满一园子菜，已经够我们一家6口，吃到明年的1月份、2月份了。谢谢大家的观看，祝大家身体健康，种植愉快。